那这个案子还查不查？海峰，所以那天你说你遇到他不是巧合，你是真的跟踪他。洪贵全和许家强贿赂政府官员求利润，获得上千万元的建筑工程合同。在调查期间，洪贵全突然就死掉了。我怀疑洪贵全的死不是自然死，很有可能是他杀。 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假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 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密闭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每个自思念走远过的谎。 想法。Morning, yes sir. Morning。啊，这个是你要的洪贵全猝死案的档案材料。谢谢 ，yes sir。自己出马，现在 CCI 的负责人是你了。师傅最近因为师母的事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帮他分担一些工作。他还好吧？你又不是不认识他，他这个人深藏不露，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忽然有兴趣查这个案子？主要是因为剧念的关系啊，我们想查出他父亲被猝死的真相。你觉得这个案子还另有隐情？他父亲当年监视了一宗贿赂案，跟他一起被调查的许家强，现在还跟那位涉嫌受贿的官员有联系，我觉得很可疑。原来如此。 好吧，祝你早日破案。有什么需要协助的，尽管找我。这是当年洪贵全猝死的警方档案。你最近长期见 Yes 啊？一两次吧。他有说什么吗？没有啊。这案子你也有份参与，有什么看法？这是16年前的案子，我要仔细看看档案资料，再跟你说。 马台东，我们在讨论案子，你干嘛在我们面前喝酒啊？现在我喝酒是工作所需。什么意思？洪贵全死后，贿赂案不了了之，求利人也没有被定罪，但
他还是被迫辞职。他离职后，开始经营餐馆跟酒廊的生意。所以我为了接近他，扮成游手好闲的富二代，经常到他的酒廊喝酒。我身上有酒味，更符合角色，懂吗？那请问你接近他了之后有什么消息啊？邱丽远一身铜臭味，要套话，用钱就行了。你真的借钱给我？当然啦，朋友有难，不是应该互相帮忙吗？我们才认识不久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，还江湖救急，够义气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，来。应该的。你说，朋友有难，应该互相帮忙。可我告诉你，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。有些人，你跟他做了20几年的朋友，称兄道弟，可他有了钱，也不一定会借给你。对了，见利忘义这种朋友啊，我最讨厌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帮了他多少？可当我开口跟他借钱，他竟然推三阻四。好啦，最终呢，是借给了我一点钱，却整天来向我要债。兄弟，朋友，哼！哎，你真的很倒霉，怎么会交到这种朋友？邱丽人说的那个人，就是许家强。邱丽人还说，当年是他冒险帮了许家强一个大忙，要不然许家强早已经完蛋了。他是说16年前的贿赂案吗？没错。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竟然没有跟进？一步一步来嘛，最多现在就去酒廊叫邱丽人喝酒，套他的话吧。喂，不要再喝酒了。去酒廊能不喝酒吗？不喝酒能查到线索吗？海峰，清醒一点可以吗？你不为自己的安全着想，至少为别人着想。每一年醉酒驾驶害死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有本事来拿！别闹了！放开啊！来啊！够了！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！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要再想当侦探。你想喝掉你的人生，你去，我不管了。我认识的蓝海峰不是这样的。社长，你怎么还在？我看到于洋追出去，就知道他就会动手了。谢谢。
其实我知道你有酗酒的问题，不过看来只有于洋劝得了你。社长，你这个女儿一点都不像你，一出手就中了。谁说的？换成是我，你现在在医院呢。社长，你留下来等我，想跟我说什么 ？OK， 我看过洪贵全猝死案的档案资料，我发现里面有些细节跟我当年所做的记录有一些不同。我怀疑警队里有内鬼。当年这个案子是由我负责的，但是我无缘无故被调走，调走我的人是叶 Sir。你怀疑的是叶 Sir？要做出这样的变动，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，但是我还不肯定是他。现在我明白，为什么你不让于洋知道这件事了。以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去问叶 Sir。他最近经常跟他接触，我不想打草惊蛇。好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暗中调查叶 Sir？他不是我们要锁定的目标。你继续伪装你的身份，和邱立仁保持联络。因为洪贵全的事，他跟许家强是最大的得利者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情。喂，有邱立仁的消息了。听到没有啊？邱立仁说已经认识许家强20多年了，而且曾经冒了一个很大的险，帮了许家强一个很大的忙，所以我怀疑。听不到。听不到是吗？听不到。你不要这样可以吗？师傅最近也怪怪的，海峰也这样。不想调查也没关系，你不要整天无精打采的，你知道我很担心吗？不要再说了，不要管我的事。不要喝酒了，可以吗？海峰喝酒，你也有喝酒，喝酒有什么用啊？他那个叫酗酒，我是借酒消愁。喂，不要闹了啊！俊彦，嘿，你说，你对我爸爸到底做了什么？我爸爸无缘无故怎么会暴毙的？你喝醉了？我没有喝醉。当年我爸爸和你一起被拖回去调查，他死了后，你却什么事都没有，更肯定你一定跟他死有关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跟我妈妈有不寻常的关系。我爸爸死了不久后，你就跟我妈妈在一起。你知不知道左邻右舍在我们背后说的话有多难听啊？你又知不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在嘲笑我，有多难看？你们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就是因为顾虑的感受，看人母子孤苦伶仃，没有人照顾我。不要装好人了！我爸爸不是猝死，是被你害死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爸是猝死的。还不自认？我干嘛要承认我没有做？好，我拿资料给你看。不想承认什么事？好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老爸是表兄弟，从小玩到大，我干嘛要害死他？怎么不可能啊？我爸爸死了之后，你就可以逍遥法外，跟我妈妈在一起，掌舵整间公司，这么多利益，哪里不可能？你误会了，你爸去世那天，我根本没有上过你家，我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你在哪？滚！怎么了？你误会了，你爸去世那天，我根本没有上过你家，我有不在场的证明。哎呀，洪君良、洪清源，你不去演戏真的很可惜啊！你看演技多棒。是啊是啊，演技真的很棒哦，还推我哎，很痛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该死，该死！哦，sorry 啦。但是我知道有一些部分不是在演戏啊，是真情流露，憋在心里很久了。原来我的戏也没演得很好嘛，这样子都被你看穿。你是演得很不错啦。
但是那个许家强也蛮会演戏的。你也认为他在演戏啊？当然啦，那你进去的时候他是有一点吓到，但是你质问他的时候，他又有一点点愧疚，但是很快就镇定了。还有他说有什么10年前的资料，10年前呢，怎么可能那个资料就放在他桌子那里啊？我也是这么想。还有那句什么，你爸死的那天我没上你家，所以我有不在场证明。一个普通人怎么会这么说话？你说会不会有人事先通知他，所以他已经做好准备了？会是谁啊？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来开会啊！开什么会啊？你演的还不错，扮酒鬼还扮得挺像的。哦，你跟踪我们啊？为什么你们这么做？因为我怀疑警队里有内鬼，有人在背后操纵许家强。社长跟我故意按兵不动，因为他知道于远迟早会劝服你一起去调查薛家强。但我没有想到你会用发酒疯这一招。是这个家伙给我的灵感啊！我戒酒了，我可不想再被人揍了。你们昨天晚上到许家强的办公室闹事之后，我就让海峰24小时的盯着他。社长布的这个局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引出内鬼。没想到内鬼就是王色。你为什么会认为有内鬼？那天我看了你交给我的警方档案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当年我找到的证物根本没有记录在报告里。什么证物？半截一次性针筒塑料膜。当年洪贵全牵涉一起贿赂案，却突然死亡，所以上头派我和坤星到现场查看。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我却在床底下找到一片透明塑料膜。那个什么东西？法证人员说，这片透明膜很像是包着一次性针筒的塑料膜。我报告上级说，洪贵全的死很有疑点，要深入调查。但之后我就被调去查另外一个 case， 一直到16年后的今天，我再接触这个 case， 才发现到证物清单里根本没有这个重要的证物。到底是谁动手脚啊？证物里头只少了这个塑料膜，可见他对凶手十分不利，所以必须消失。师傅，当年你是跟王 Sir 调查这个 case， 所以你怀疑是他带走证物，也篡改了报告。我真的不希望是他。老大，你是推测我爸可能是被人用针筒注射药物而导致死亡的？我爸真的是被人谋杀的？为什么这里跟16年前一模一样？我爸死了后3个月，
我妈就改嫁了，之后我们就搬出去，我妈就把房子留给我，我就一直维持这里的原状，尤其是这间房间，因为我希望一直感觉爸爸就在我身边。没有想到，16年后，我可以站在这个保留下来的案发现场帮你查案，就是在这里。我就是在这里看到那个塑胶膜。这么重要的证物不见了，事情可能不简单。没想到，这么多年后，我才可以证明我爸不是猝死，而是被抹杀的。我们一定要努力调查，找出凶手，将他绳之以法。根据记录，你爸在贿赂案调查期间有10年，所以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。那天他看了医生，就回到家里睡觉。你妈跟你就3点钟出门去找学姐。不是3点，是2点半，因为当时我是看完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才离开的。你肯定？肯定，一定是2点半。难道俊彦的妈妈给警方加过工？根据法医的报告，你爸的死亡时间是介于2点半到4点半之间。许家强的口供提到，他2点50分在你家楼下，然后3点和你们会面，带你们去买东西。5点钟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你爸死了。假设俊彦的妈妈2点半就已经出门，3点才跟徐家强见面，那徐家强利用这30分钟的时间进屋干案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推测案发当天下午2点半。李淑君带着俊彦离开家，许家强经常出入洪家，要拿到钥匙应该不难。许家强进入主人房的时候，洪贵全已经服了安眠药睡着。许家强因为一时紧张，撕开包装袋的时候，遗漏了一小节的塑料膜。洪贵全之前看医生的时候抽了血，许家强在同一个位置注射入药物，以免被人发现。如果洪贵全是因为许家强注射药物而死，那血液检测报告应该会验出可疑的成分。但是报告说只有安眠药的成分，所以该检测报告的人很有可能是这个女的。我查过了，她叫杨玉娇，今年48岁，她是卫生科学局的化验室主任，也是邱丽人的老婆。原来我们2公婆狼狈为奸，一个收贿赂，另外一个就帮忙老公解决问题。还有另外一个知法犯法的王坤兴，在警局里帮他们销毁证据。OK， 在还没有任何证据之前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海峰，你跟邱丽人的关系不错，想办法向邱丽人夫妻俩下手。我去安排。那社长老大，我呢？你是委托人，暂时不适合跟我们查这个案子。知道。不要说知道，你 OK， 我知道，我不会接近我阿叔，离他远远的。OK。于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没意见。龙。哦。OK。拜。
谁啊？我妈，她准备了你的晚餐，叫你过来吃。那准女婿有没有分啊？没有。有人承认我是她未来老公喽。妈回来了啊。你们两个回来的正好，可以吃饭喽。你先倒杯酒给师傅喝。我妈特地准备这一切，还特地打扮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哄她开心，给她面子了。我尽量配合。来，喝汤。给妈吃，师傅吃。是，好香哦。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喝，哪里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我煮的。我下次再煮，你会上来吗？当然会。喝啊。嗯。哦，对不起，听一下电话。汤的味道不是很好，不过你的表现很好。Good。喂，你有空吗？可以见见面吗？见我干什么？就很想见你啊。今天不方便，改天吧，再联络。我们3个人能够一起吃饭，真的是很开心。谢谢你全力配合。只要我妈开心就好。说的也是，至少你没有摆错脸。我现在就摆啊，是这样吗？有些事情想跟你说清楚，我真的不希望我们之间有这种心结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。我先回家了，拜拜。早点休息。原来你所谓的不方便，就是为了要跟白信雄重温旧梦。不关你的事。干嘛？人家的老婆现在在坐牢，你就想乘虚而入？不管我跟庆雄有没有关系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纠缠着我。你利用了我，就想把我甩开？难道你没有在我身上得到好处吗？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为什么还是纠缠不清？为什么还是不肯放手？我就是不想放手啊！你是不能这样做呢，我真的是很讨厌你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应该用这样的语气跟你说话，可是秀莲，我是一心一意的对你的，这么多年完全没有别的女人呢。你说够了没有？不要这样对我了，我是真心。死了这条心吧，不要再来找我。金兄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我是来告诉你，监狱部门的同事告诉我，秋月在狱中行为表现良好。金兄，虽然我还没结婚，但是我绝对明白，男人呢，只要老婆不在身边，
难免会寂寞，难免会有需要。身为你的好兄弟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。秋月是为了你的事业才犯法的，所以你做什么事都行，千万不要做对不起秋月的事。我知道。对吧？王坤兴跟师傅说的那番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？或许他是真的很单纯的去提醒老大的，毕竟老大是个正常的男人，他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嘛。没那么单纯。喂，为什么你不要直接问老大？你们两个不是已经破冰了吗？还一家团圆呢。我看到我妈那么开心，我也想一家团圆啊。但是我又觉得对不起师母，好矛盾啊。ouch！ 喂，为什么你不要问一问你未来老公的意见呢？你不问，我就自己说喽。4个字：顺其自然。这你废话一大堆。没，说废话本来就是我的特色，一个让你爱上我的特色。哦哟，好久没有看到黄鱼的独门武器斜眼的人了。喂，我等一下会跟海峰去调查案子哦。OK。我要扮演他女朋友哎。哇！我警告你啊！你警告我？No， 我是说，爱心提醒，不要假戏真做，出3层的功力就行了。OK， 3层 ，please。哎，2层。喂，我真的会吃醋的。哎，丽人。性感了吧？哎，你们到了。嗨，这是我的女友上丽人。嗨，你好。嗨。他的太太又叫。嗨。你们一个叫 Ocean， 一个叫 Sun， 好对对啊。是啊。Right， Ocean and Sun， 我们2个是天生的一对，每个人都这么说的，是不是啊 ，Dear？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来，请进。死定了。OK， 来。怎么了？林律师打来的电话。Excuse me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老头子很有可能会听你大哥的话，修改遗书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大哥。什么？就因为我是乔老伯生的，老头子竟然不管我的死活？那个死老头一点人性都没有吗？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？我也替你感到很不值哎。我也是老头子亲生的好不好？眼巴巴看着钱全部被那个没有用的大哥拿走。真受不了哎，真不甘心的。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不是10万100万，是1亿耶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才行。如果有人可以帮忙把那1亿拿到手，我一定会给他很多好处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可以下药让那个老头子突然间心脏病爆发，那就好了。假如我们能够帮得上忙，真的吗？这样的话，我可以给你50万，好不好？50万，是。OK，
我会准备好你们要的东西。喂，你真的要下药让老头子病死啊？他平时对我们蛮好的。我们要为将来打算，反正老头子年纪这么大，迟早都会死的。但是如果他死后被验出来是被下药怎么办？放心，如果死因没有可疑之处的话，是不会有法医来验尸的，而且也不会查出死者的血液里有什么成分。但是如果你大哥和大妈怀疑硬要验呢？对。其实要改检验报告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要钱，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再多付给你们50万，总共100万，怎样？这样 ，OK， 一切包在我身上。Cheers。从邱立仁跟杨佑昭的谈话内容判断，当年的贿赂案曝光之后，邱立仁为了脱身，让杨佑昭提供药物给许家强，注射到洪贵全身上。最后再由杨玉娇篡改洪贵全的血液检测报告。在没有任何的疑点之下，法医只好推定死因是猝死。真相大白了，干嘛？我们帮你查出真相，感动到说不出话来呀？你的手啊，放在我女朋友的腰超过10秒，牵她的手超过1分钟啊！你说什么啊？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啊，你还亲她的脸颊3次啊！你跟踪我们啦！我们在查案的时候，你偷看我们了，万一暴露的行踪，不是很危险吗？对啊。现在连吃素都有罪了。喂，你公私不分啊，私奔他呢？哇，你们把我当什么啊？好了，说完了吗？我们还在开会的，谈公事，私事改天再说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，必须要让当局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一报警，就会惊动许家强，所以我们要严密监视他，以防他潜逃。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？谁？我阿叔的大儿子。喂，柯明。什么？阿叔失踪了。秀妍，送给你的。哎，秀妍，跟我走，跟我一起到外国生活。我们远走高飞，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，为了能够到外国生活，我已经存了一笔钱，我们不必担心将来的生活费了。你在发什么神经啊？不要再发梦了。我只想跟一个人在一起。 白清秀，哎，秀妍，不要这样！哎，干嘛？跟我走！哎，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小心！哎，秀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我不是故意。秀妍。 喂，什么事啊？什么？一有什么状况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
于洋的妈妈受伤进了医院，他现在赶得过去。我叔的大儿子许克明已经报了警，老大，现在要怎么做？他选择在这时候闹失踪，很有可能之前接到什么消息想躲起来。希望警方找得到他。你忘了内鬼了吗？王坤兴，这下子警方肯定找不到他了。叔，嘘，接。喂，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你来见我，但是不准报警。OK， 海峰，你在这里，听到什么不对劲再进来。啊，好。青云，不要松绑！我要他先说出真相。我要你亲口话说，是不是你把药物注射进我爸体内，制造猝死的假象？是我害死你爸的。那我妈呢？她是不是也有份？不关你妈的事。是我为了不让自己惹上麻烦，我叫他告诉警察，他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是清白的。所以指使你那么做的？是王坤兴，他还帮我毁灭了所有的证据。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呢？我爸是你表哥，你为什么要害死他？为什么？静点！你这个杀人犯，害我从小就你腐败，害死我爸，还在我跟我妈面前也是扮好人，真的没理。静点，再这样子好不好？是我的错。可是我发誓，我是真心爱你妈。我真的把你们母子当做我自己的家人。够了，不要说了。其实这10几年，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，是我一时糊涂犯下了这个错，我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，你原谅我吧。你不要演戏了。谁把你禁锢在这里？黄坤兴。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，适应着伪装的感觉，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，起初都在天堂边缘观望这个世界，后来不知不觉也太
受怀疑的坚持，拒绝着。